再穷都要买奢侈品，这到底是什么奇葩的价值观呢？你看看啊，生活全靠贷款，活一天算一天，3000的月薪就敢欠几十上百万的贷款，4张信用卡刷爆了也不心疼啊，大不了我就跳河自我了断。你知道我在说谁吗？韩国。看组数据啊，截止到2022年底，韩国39岁以下的年轻人人均负债达到了52万，平均每户家庭负债45万，家庭负债与 GDP 之比一度冲到了104.3%，全球第一啊！你肯定会说啊，这年头谁家不背点房贷车贷的啊？你这意思他们更严重呗？哎，这还真不一样啊！负债如此之高的韩国人，并没有把钱拿去买房买车，你知道他们把钱都花在哪儿了吗？奢侈品。没错，人口仅拥有5000万的韩国，世界顶级奢侈品的市场份额却站在了全球前5。根据摩根士丹利的报告显示啊，2022年韩国人均奢侈品消费达到了325美元，美国人是280，中国是55，纯的 No.1 呢。哪怕是疫情期间啊，韩国经济最差的时候，香奈儿专柜照样排长队，几个小时柜台就能卖空。更离谱的是，这些爱买奢侈品的主力呢，都不是所谓的韩国富豪啊，全是20-30岁的年轻人。那为什么韩国年轻人宁愿借钱也一定要买奢侈品呢？我说2个原因，大家细品啊。首先啊，不得不提的就是这韩国人骨子里的虚荣文化啊。要说全世界最注重外貌的国家，韩国排第2，没人敢排第1了吧？虚荣也是一样。这刚步入社会的韩国年轻人是房买不起，娃生不动，省下的钱呢，全要拿来撑面子，不够就去借。年轻人就陷入了这外表光鲜，实际内心空虚的世界中无法自拔。对他们来说，买的不是奢侈品，而是精神上的肯定。比如啊，2019年韩国教育部报告就显示了，校园霸凌的主要原因就是霸凌者认为被害者太过穷酸。再比如那个韩剧《黑暗荣耀》里，朴妍珍之所以能嫁给富豪老公，就因为在相亲的时候啊穿了一身迪奥。所以这韩国对外表的重视程度啊，几乎已经达到了痴迷。还有一个原因也值得一提啊，就是韩国的贷款政策。你看1997年金融危机之后，韩国政府为了刺激消费，就开始不断的降储蓄利率，并且把信用卡当作刺激内需的抓手，推出了信用卡税收减免政策。你这个消费超过你年收入的10%就能抵税啊，花的越多税越少。2002年，他们又提高了信用卡的取现和返税额度，取现额度从总额度的30%提高到了50%，税金返还额度从30%提高到了40%。银行和各路财阀们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啊，比如年费5000韩元的信用卡，办卡直接送价值20万韩元的礼品啊！而且哪怕你是高中生，也能轻松办卡，疯狂消费。这之后啊，韩国的全民透支狂潮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你看，从1999到2002年间，韩国的信用卡发卡量从3900万张增到了1.04亿张，平均每个人就有2张信用卡。到了2008年呢，信用卡消费占了总消费的60%。于是这种超前消费的心态逐渐就形成了趋势，导致韩国普通民众啊根本存不下钱，贫富差距也越拉越大。反正嘛，我再怎么努力，以后都是给财阀打工，就业难，房价高。于是在重重压力之下，韩国年轻人就破防了，索性彻底摆烂，及时行乐。买不起房没关系，也没人来我家看呢，在外边有一个好包好行头足矣。说到底啊，韩国扭曲的价值取向啊，自卑的文化心理，加上昂贵的房价、超高的失业率以及天量的债务，把韩国年轻人是彻底打趴下了。而奢侈品不过是他们逃避现实的避风港罢了。散会。